好的，大家好，我是杨老師。現在我們正在進行的是 HSK 5級考前輔導課程。這個課程呢，可以幫助大家複習和準備 HSK 5級考試，從而獲得更高的成績。那現在呢，我們正在進行的是寫作的第二部分的第2個題目，也就是看圖寫文章。那前邊呢，我們給大家介紹了有哪幾種文章，怎麼去做題，然後我們也介紹了有哪幾種圖片。那現在呢，我們最重要的是還有一個問題，就是怎麼去寫正確的句子。那我們知道呢，在看圖寫文章這個題目裡邊，最重要的是有幾個方面。第一個方面就是你的文章一定要跟圖有關係。第二個是你的文章一定要是完整的，邏輯要完整。那還有一點就是你的句子一定要是對的，一定要是正確的。那我們現在呢，來學習一下怎麼去寫正確的句子。我們首先看到呢，在這裡老師給大家列出了幾個句子。那其實呢，這些句子在我們寫作的第一部分都已經給大家講過了。因為寫作的第一部分呢，是句子排序題，它考的就是語法。那麼在這個句子排序題目裡邊呢，有很多的詞，也有很多句子，都是我們在寫作的时候可以用到的啊。所以呢，我建議大家在寫作的第一部分呢，認真的去學習這些語法。那你在寫作的時候就可以用到這部分裡面提到過的句子了。那比如說，我們簡單的來在這裡呢，我們簡單的介紹一下。首先呢，我們在這裡看到了3種最簡單的句子，是，還有就是動詞，還有就是形容詞啊。我們在漢語裡面最基本的、最簡單的3個句子就是是字句、動詞句，還有形容詞句。那它們是非常簡單的，大部分的句子都是在這些句子的基礎上變得更長，變得更複雜。那麼這3個句子大家一定要牢記，一定要記住啊。比如說像第一個句子 subject 是 object， 那前面的 subject 和後面的 object 一定要是名詞或者是名詞的 phrase。那這樣的大家一定不要忘記啊！有很多同學呢，在寫文章的時候，還是用英語或者用自己的母語先想好了，然後翻譯成漢語。那翻譯的時候，經常有一些小小的錯誤啊，比如說，有可能在你的語言裡邊跟漢語的順序是不一樣的，或者是有可能在你的語言裡邊，這個詞是一個 noun， 是一個名詞，但是在漢語裡邊它不是一個名詞，它可能是一個 verb 或者是一個 adjective。那像這樣的情況，在 HSK 5級裡邊是非常多的。所以在寫 HSK 5級的寫作的時候，我建議大家不要用你的母語或者用英語去想文章，用漢語去想。寫作的時候用漢語直接寫，直接去分析和考慮漢語的句子應該怎麼寫，而不要去用母語翻譯成漢語的方法去寫。這樣的話呢，錯誤的可能性會非常大啊！如果你用翻譯的方法去寫，錯誤的可能性非常大。所以大家一定要在這裡要牢記，你要試一試，要去練習用漢語直接去寫句子，而不是用翻譯的方法翻譯成漢語，這個是大家需要注意的一點。那動詞subject verb object 這樣的句子其實比較簡單，只要你知道那個詞是動詞就可以。但是最難的是什麼？它可能會加有時間有地方，或者是有做的怎麼樣，或者是有做了多長時間，或者是做完了呀等等，或者是正在做呀。那這樣的加一些複雜的東西在裡邊，對於同學們來說是比較難的。那像這樣的呢，我們就需要特別的去注意一下。比如說，很簡單的句子，我喝咖啡，這個句子非常簡單，但是我在咖啡廳喝咖啡，
在一個地方，它是在喝的前邊 ，verb 前邊。那我明天要和朋友喝咖啡啊，這個也是在 verb 的前邊。我和朋友喝咖啡也是在 verb 前邊啊。那我喝完咖啡了啊，已經沒有了，我喝完了，它是在 verb 的後邊啊。我喝咖啡喝了2個小時，那這個也是在 verb 的後邊啊。或者是我把咖啡放在桌子上了，那這個也是很特別的句子。像這樣的句子啊，把簡單的句子變得很長很複雜，加了很多詞在裡邊的，一定要格外注意，順序是不能錯的。那麼除着這個以外呢，在 HSK 5級裡邊有很多詞，它的用法非常特別啊。我舉個簡單例子，這個不是5級的詞，有一個詞叫做滿意啊，滿意。那麼中國人在說滿意這個詞的時候呢，我們要說我對今天的晚飯非常滿意。我对今天的晚飯非常滿意，是對什麼什麼滿意。那滿意這個詞，你可能是知道這個詞的意思，但是你知不知道在寫句子的時候要說我對什麼什麼滿意呢？那像這樣的句子大家一定要注意了，這樣的詞彙你一定要記住，寫句子的時候要寫什麼樣的句子。那再比如說，我們可能大家都學習過，比如说符合这個詞，符合這個詞啊，我們中國呢有一個法律，就是在中國，如果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要結婚的話呢，男人要最低啊是22歲，女人呢是20歲。所以如果一個人他是一個中國人，他18歲的時候就要結婚，這個是不符合中國的法律的。那符合法律，符合什麼什麼的法律，符合什麼什麼的標準，符合什麼什麼的規定，符合這個詞，你可能大概知道它的意思是什麼。那你知不知道符合這個詞的後邊要說什麼樣的名詞呢？如果你不知道，那麼可能這個句子你就會寫錯了。所以像這樣的詞彙，它的後邊是很特別的名詞的，或者是說這個名詞的前面動詞是很特別的。那麼這樣的詞彙，你不僅僅要記住它的意思，你一定要記住它常常跟什麼樣的詞在一起，它的句子是怎麼樣的。像這樣的詞彙一定要特別注意。當然了，後邊還有形容詞 adjective， 你也要注意啊。比如說這個我們在漢語裡面有很多的 adjective 啊，它的意思你聽的時候覺得啊沒有問題，我可以用這個詞來做句子，來說句子。但是有的時候你會發現，我們說的時候這兩個詞在一起就會非常奇怪啊。比如說呢我們說一個比較簡單的好了。比如說，我們知道肥是 fat 的意思啊，減肥嘛，減肥是 fat 的意思。那我可不可以說，我覺得最近我很肥？這個句子是非常非常奇怪的。這個句子很簡單，但是句子是非常非常奇怪的，因為肥這個詞，它其實是不好的一個詞。我不喜歡的時候，我會說肥，比如說那個人好肥啊，就是我很討厭他。或者是說呢這個貓有點肥，那我可以說。但是我說人，我還說我自己，我覺得我好肥，就開玩笑的時候是可以的。但是寫文章的時候，我們一般不會這樣。所以你如果用這樣的句子的時候，老師看到的時候就會覺得你這個句子是非常不好的，是不對的啊。那像這樣的形容詞的用法，其實你也是需要注意的啊。就是虽然意思你很清楚，但是你会发现有的时候它们不能放在一起使用啊。特別是有一些形容詞，它們的意思非常的近啊，非常的近，這個是要注意的。那我再舉一個例子，就是肥的，它還可以說就是衣服很肥，衣服很肥。比如說呢，有很多同學他說
我買了一件衣服，这件衣服很寬，很 wide， 很寬。但是其實呢，衣服我們不說寬，我們可以說衣服太大了，或者是我們可以說衣服太肥了。那這樣的這樣的詞彙，它的真正的用法，比如說 adjective， 它可以說什麼樣的 noun 用這個 adjective， 其實也是需要大家去認真學習的。特別是呢，在5級的時候，意思差不多的詞真的太多了啊，所以在這裡呢，也是希望大家一定要認真的去學習和記住。那另外，我們在這裡給了大家一個是把 sentence， 一個是be sentence， 像這樣的句子，大家在寫文章的時候會常常用到啊。那千萬要注意啊，句子的順序不能錯啊。而且，比如說比較句的話呢，我有很多學生啊跟我說，老師，今天比昨天很熱。今天比昨天很热，那這個句子對不對呢？當然是不對的。今天比昨天熱一點兒，今天比昨天熱得多，這個才是正確的句子。那還有很多同學在 HSK 5級也會犯這樣的錯誤。那我們希望大家還是需要去，如果你有這樣的錯誤，一定要改正，在寫文章的時候不要犯這樣的錯誤。如果犯錯誤，一定會扣分的。那最後你的成績可能就會有點低，所以呢，一定要注意寫正確的句子。那怎麼去學習一下這些語法、這些句子呢？你去看寫作的第一部分啊，排序題裡邊，老師已經給你講了所有的這個語法的這個順序啊，你可以去認真的學習一下。那麼除了就是寫正確的句子是對大家最基本的要求，但是呢 HSK 5級的學生不僅僅是能寫正確的句子，而且應該可以寫很難的句子。那我們來看一看怎麼去寫難的句子呢？我們這裡有4個方法。第一個是用難一點的詞彙，就是你不要再去用很簡單的1級、2級、3級的詞，你要去試一試，在4級和5級裡邊，你學習過那麼多的詞，你應該去試一試去用它。那第二就是你要用難一點的句子。那剛才我給大家看到的就是非常簡單的句子，那你要學的是用難的句子、難的語法、複雜的句子。那另外就是你要多去用一些副詞和形容詞 adverb 和 adjective。另外最後你要学会用關聯詞，你要用一些因為所以呀、雖然但是啊、既然就啊、即使也啊等等這樣的關聯詞，你的文章才會變得非常的有高度非常高級的感覺。那我們現在呢來具體的看一下什麼叫難一點的詞，什麼叫難一點的句子，什麼是副詞形容詞，什麼是關聯詞，我們一起來看一下。首先用難一點的詞彙，比如說前邊老師在寫文章的時候用到了和朋友一起旅行，那我們可以說成自由行或者背包客大家可以去學習特別是其實你在閱讀的時候會看到很多這樣的詞，就是你如果要解釋的話，你可以這樣說，但是其實我們關於這樣的情況，我們會有專門的說法，大家應該要學習一下，應該要記住。那另外的話，比如說像覺得很好，我就可以說滿意。同意，我不說同意，同意很簡單，我可以說贊成。那非常怎麼樣，我可以說極其怎麼樣，或者是別提多什麼什麼了，或者什麼什麼極了或者什麼什麼的不得了那如果你用非常，這是一個非常普通的句子，但如果你用這樣的詞，它就是一個非常高級的句子了。大家一定要學會這一點就是在考試的時候，在寫文章的时候，要學會用高級的詞。那另外就是在口語裡邊，你也應該去嘗試着用高級的詞彙了。因為現在你是 HSK 5級，但是你有可能在生活當中說的話還是4級，甚至有可能還是3級的句子。
或者是3級的詞彙。那這樣的話，別人就感受不到你的水平已經到了5級了。而且呢，有很多詞彙，如果你不用它，你很快就會忘記了。這個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那但是我就不用但是了，我用然而在这裡呢，老師突然想到了我在小的時候學習英語的時候，我的英語老師告訴我的一個很有意思的一個句子，我到現在還記得。我的老師跟我說，他說呢，你現在不是1年級了你不是高中1年级，你要去考試了，你不要用 but， 你應該用 however but 這個詞真的太簡單了。你如果用 however， 你的老師就會覺得你的水平非常高。所以在這裡呢，老師也要告訴你，不要用但是了，你應該用然而。如果你用然而，老師就會覺得你的水平非常高。大家一定要記得這一點。好，那我剛才在寫文章的時候用了第1、第2、第3、第4，對不對？那我也建議大家不要再用第1、第2了，你應該用首先、其次、還有、最後，你要用這樣的詞來寫文章。那另外，這裡有一個不能怎麼怎麼樣，我們要說禁止怎麼怎麼樣，或者是不允許怎麼怎麼樣那同學們呢一定要注意一下这樣的。左邊的這個詞彙，你看全部都是特別簡單的，可能你在 HSK 3級、4級的時候都已經學過了，但是右邊這些詞彙都是 HSK 4級和5級的詞彙，你一定要盡量的去用不要再用特別簡單的詞了這個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點。那然後我們也可以用一些比較難的句子比如說，如果你是選擇了自由行是非常好的，因为你想去上海，你就可以去上海；你想去雲南，你就可以去雲南這個是去你想去的地方。但是 HSK 5級的同學應該要學會想去哪兒就去哪兒，想吃什麼就吃什麼，想買什麼就買什麼，這樣的句子你一定要學會。那另外，我們有的時候說在這個地方是不可以釣魚的，大家都不可以，對嗎？大家都不可以，你就不要再寫了，你應該寫誰都不可以，誰都不可以，什麼都沒有，什麼都行哪兒都可以，什麼時候去都可以。那這樣的句子你也一定要學會。比如說沒有東西，我們就可以說什麼都沒有那再比如說像人生有很多選擇，我們剛才看到的那個圖一個人非常煩惱，看着很多選擇。那我們可以說人生有很多選擇，但是你也可以寫在人生的道路上面臨着無數的選擇。比如說我把有換成了面臨，我把很多換成了無數，這個就是用很難的詞去代替了很簡單的詞。那你想一想，你自己看一看，這樣的句子是不是看上去比這個句子高級多了？那同學們在 HSK 5級絕對是有能力寫這樣的句子的。那你一定要去試一試，一定要在下邊的時候自己練習的時候，一定要多去練一練。然後呢，找一個老師幫你去檢查，這樣寫到底對不對？這個是非常重要的。那還有比如說大家都覺得禮物很重要，那我可以寫成禮物對人們來說十分重要。那我用的是對什麼什麼來說，這個難度是有的。然後我把非常和很改成了10分，它的級別就提高了。那還有比如說大家把送禮物看得很重要，這個也是它們其實是一樣的意思，但是呢右邊的這2個句子看上去就很高級，那得的分數一定也会非常高。但是呢，当然你一定要保證它是对的，一定要保證它是对的。如果你不能夠確定你可以寫非常正確的這樣的句子，那不如寫簡單的正確的句子這一點大家要記住有一個前提，你可以寫對，
但是呢，不管怎麼樣，你都應該去練習寫特別難的句子，或者是去說特別難的句子，這個是非常重要的。那然後我們來看一下副詞和形容詞啊，比如說一個周末我們做什麼什麼什麼了，那我不如說在一個晴朗的周末我們做什麼什麼什麼了，我加一個形容詞，讓這個周末變得更清楚了，更漂亮了。那這是一種方法。比如說他看到了一個孩子，那我可以說他看到了一個可愛的孩子，他看到了一個穿着白色 T 恤的孩子啊，都是可以的。那如果你只是說他看到一個孩子，这個句子就非常簡单，对嗎？那再比如說他很開心，我也可以寫成他看上去很開心，那這個難度就增加了。很有意思，我可以說沒想到這麼有意思。我發現，或者我也可以加我突然發現什麼什麼什麼，当然意思有一點點不一樣，但是很多情況下兩個都是可以的。寫文章的時候加一個 adverb， 你的句子就變得高級了很多。那再比如說你可以來，如果你有問題你可以來找我們，不如寫成你隨時可以来找我們，什麼時候都可以，那這個句子就很高級了。再比如說大家都說了自己的想法，就是我們開了一個會，大家分享啊，都說一下自己的想法是什麼，那我不如說大家都積極發言，表達了自己的想法。那麼你看這裡我用了積極，積極是 adverb 對嗎？那發言是 verb， 它代替了說的意思，我還用了表達等等。那這個句子用的詞彙是5級詞彙，然後這個句子比前面左邊這個句子要難非常多。那如果你寫對了，你的分數當然一定會更高一些。好，這個是我們的副詞形容詞。那因為時間關係呢，我們不可能把所有的都給大家拿出來，但是這是一些例子，希望大家呢看了這些例子以後可以明白怎麼去寫更難的句子。那麼我也希望大家下課以後呢，多多去練習啊，那這樣你在寫作的時候就會獲得更高的分數了。那然後我們看這裡有一些關聯詞啊，比如說大家都應該積極交流，否則就會出現很多麻煩，遇到很多問題。那你看我用的是大家應該做什麼，否則會怎麼樣啊，就是這個也是非常好的一種方式，就是比如說有的時候同學們要表達一種觀點，說大家應該做什麼，但是如果你後邊加一句否則會有不好的什麼什麼什麼結果，那這樣的句子就變得更長了，而且是更高級了，对嗎？還有比如說看到這樣的標誌啊，如果你看到這個標誌你不可以釣魚，但是我可以寫成看到這樣的標誌，即使旁邊沒有人看到，你也不可以去釣魚，否則會怎麼樣。那我其實完全可以写看到這樣的標誌你不可以釣魚，這個是非常簡單的，但是我加了即使旁邊沒有人看到，你也不應該釣魚。那這樣的時候句子就變得很長很複雜了，對嗎？然後如果這個禮物不是你喜歡的，再貴你也不想要，对不对？那我們說過關於送禮物啊，我們說過如果你買了一個禮物，但是別人不喜歡啊，那再貴你也不想要啊，不管多麼貴你都不想要，這樣的意思啊。好，兩個人一起去旅遊可以互相幫助，不管遇到什麼問題都不會害怕。所以我也是在這裡用了關聯詞。我本來可以不寫，我就寫兩個人一起去旅遊可以互相幫助，這是非常好的。那這個句子就特別簡單啊，也非常短，但是我也可以加上怎麼個互相幫助，互相幫助以後怎麼樣呢？互相幫助以後大家就不管遇到什麼問題都不會害怕了。所以這個關聯詞大家有沒有發現，也是讓我們的句子變得更高級的一種方法。文章裡邊如果出現了這樣的關聯詞，老師一定會覺得你的文章很高級，用的詞都很難
啊，這是非常重要的，也是一種方法。但是前提是要求這樣的關聯詞你一定要學會怎麼用啊，你不能用錯，因為它其實是有一點點難的。好，那這個是關於我們怎麼讓句子變得更難。但是還有同學問老師一個問題，他說：老師，我看到這個圖的時候，我只能想出來2個句子，然後我後邊就不知道要寫什麼了。有同學有這樣的問題，對不对？你們有嗎？那我們來看一下，如果我看到了一張圖片，我想出了我要寫什麼，但是我写了2、3個句子以後，我就不知道在下面要寫什麼了，我沒話說了，不到80個字，但是我已經不知道要寫什麼了，怎麼辦？那我們來看一下，不知道要寫什麼，我們有幾個辦法。第一個辦法就是深入描寫你看到的東西，就是你看的東西其實啊，就是一个圖，那图裡面其實是給你很多東西，你可以特別認真、特別細緻的去描寫一下。比如說這個圖，簡單的描寫就是在圖片裡邊，我們可以看到一個女人和一個男人，他們拿着地圖，他們在看地圖就完了。但是我也可以寫，在圖片裡我們看到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男的穿着藍色的 T 恤，女的穿着是綠色的 T 恤，他們都背着很大的包，手裡拿着地圖。這就有多少個字了？這應該有30個字了，對不對？至少是30個字，就是我只是描述了他們的情況，我已經用到了30個字，那我再需要去寫50個字就夠了，對嗎？所以同學們要記住，如果你的字數不夠想啊想，不知道寫什麼，不夠了，你可以試一試，把最前邊描述圖片的那個文字再加長一點，你就寫得很詳細。然後我們看這個圖片，我們本來可以說，在圖片上我們可以看到一個禁止釣魚的標誌就可以了，但是你也可以寫，圖片上可以看到一個標誌，白色的板子上有一個黑色的圈啊，這是一個紅色的圈啊，寫錯了。上面畫着一隻小魚和一個魚鈎，還畫着一條斜線是表示這裡不是表示這裡可以釣魚，而是這裡禁止釣魚的意思。我還用了不是而是。那你看我去描述一個圖片，我已經用了大概40個字了，那我再寫40個字就夠了這個是一種方法就是我不知道寫什麼的時候，我先來做描述，我先來描述一下在圖片裡邊我們可以看到什麼，然後簡單的介紹一下應該做什麼呀，或者是他們怎麼樣就可以了，字數就夠了。好，那另外一種方法就是我不知道寫什麼，我可以舉個例子，我可以 for example比如說我們說了交流很重要，你必須要交流，不交流別人不知道你的想法，可能會有麻煩。寫到這兒以後呢，同學就說完了，我不知道該寫什麼了，我沒有話可以說了。那你可以舉一個例子，我們來說，比如說可能你今天身體不太舒服，所以表情不太開心，但是如果對方不知道，可能會覺得你對他不滿意。這個時候如果你告訴他是你身體不舒服，就會避免這個誤會。所以說溝通和交流是十分重要的。那大家有沒有發現我說的其實是一樣的意思，但是我給了你一個非常具體的小例子，那這個文字就夠了。這一段其實就已經差不多有80個字了所以同學們，如果你在寫文章的時候寫到這兒突然不知道再怎麼寫了，你可以試一試舉一個例子舉一個例子，這個也是非常好的一種方法特別是你在寫一個觀點的時候寫你的看法的時候，你可以用這樣的例子這個是非常好的那麼另外比如說你在寫一個故事的時候呢，
你可能会他們一起去旅游，一起去爬山，他们在看地图，他們找到地方了，非常高興，就寫完了。所以你會覺得，哎呀，怎麼辦？我沒有什麼事情再可以寫了。那你就可以再寫一寫這個男的怎麼樣，再寫一寫這個女的怎麼樣，再寫一寫他們有什麼他們還做了什麼，他們的關係怎麼樣，他們高興不高興他們是什麼時候去的，打算什麼時候回來。你可以在他們這個事情上再多說一些 detail 再多說一些 detail， 然後你就會發現這篇文章就已經夠了80個字了。好，那這個就是我們寫作的第2部分第2題的一些解題的方法那最後一部分呢，我給大家介紹的就是怎麼寫正確的句子，怎麼寫很難的句子，還有就是不知道寫什麼的時候應該要怎麼辦。那通過這幾節課的學習呢，相信大家對我們的這部分題目已經有了很好的了解，也掌握了一些方法。但是大家一定要記得，不管你的老師告訴了你什麼樣的方法，如果你不練習的話，在考試的時候你都會忘記你都會不記得，就隨便寫了，那可能分數就不會那麼高。所以一定要記得，下課以後多多去練習。那如果你寫了文章以後，你不知道，哎呀，我的文章到底好不好呀，對不對呀？你可以找老師來幫你去改你的這個文章比如說你可以加我們的微信，可以在群裡面或者是微信裡面問老師希望呢通過這樣的方法的介紹，可以幫助大家呢在寫作文的時候呢寫得更好，從而可以獲得更高的分數。那到此呢，我們的 HSK 5級的輔導課程就已經結束了當然可能同學們在學完了以後還會有一些問題，特別是在做題的過程當中，做練習的時候你會遇到一些問題。那麼這些問題呢，也歡迎大家在微信裡面多多的跟我們聯繫，然後呢我們的老師們都會很願意幫助大家去解答。好的，那到這兒呢我們就結束了，希望大家呢在考試的时候非常順利，可以拿到更高的分數。那如果大家還有問題，歡迎隨時聯繫我們。好的，再見。